欢迎回到 M2档案，王立军的夺命游戏最后一集，大溃败。川剧里最著名的绝活是变脸，相传变脸是古代人类在面对凶猛野兽的时候，为了生存，把自己的脸勾画出夸张的样子，以吓跑野兽。变脸的关键是速度要快，演员通过机关瞬间将脸谱扯下，完全变成另一副面孔。这个技艺往往能博得满堂喝彩。而现实生活中的变脸也常常是迅雷不及掩耳，同样的惊心动魄、精彩绝伦。表演者有的是权势滔天的达官显贵，有的是风光无限的富商名流，他们的命运与金钱、权力交织在一起。有些看似是幸运之神的馈赠，暗地里早已标注了价码，只等合适的时机，有人开价和还价。2010年的时候，王立军还在享受着被众人簇拥的感觉。他东北的老铁们蜂拥而至，最出名的当属赵本山和徒弟小沈阳、商人徐明等。网上有一张2010年4月流出的照片，最能勾勒出王立军朋友圈的众生相。照片中一众人等饶有兴致地围观王立军的书法。右一是主角王立军，此时他志得意满，腰杆笔直，舍我其谁。左一的小沈阳是这群人里辈分最低的，所以他略显卑微，嘴巴张开，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徐明呢，是唯一一个把肚子舔到跟王立军一样高的人，显示出和主人平起平坐的关系，透着股字画多少钱我都买得起的豪气。老江湖赵本山则眼神迷离，难得糊涂呀，难得糊涂。而雷正富下巴微翘，笑而不语，对书法不以为然。这位在日后因性丑闻视频而出名的重庆官员，此时脑海里或许正在上演着更令他迷恋的场景呢。王立军教授这个时期对自己的书法作品已经相当满意，他的字儿出现在很多场所，也被刻在公安局院子里的石球上。王局长多才多艺，重庆期间就获得了254项专利，其中211项是1年之内申请的，平均每1.7天申请一个呀。这些专利多与警务用品有关，比如服装、大衣、靴子、雨衣、手套、袖扣等。其中有一项比较特殊，那就是循环式传菜火锅宴会桌。2011年10月20日，王立军宴请赵本山、徐明等人，迫不及待地向来宾们介绍，重庆市局的火锅厅能像日本料理那样自动旋转。结果赵本山夹菜的时候跟不上，王局还特意调慢了速度。但这并不影响宴席上觥筹交错，笑声不断，接着奏乐，接着舞。然而在这其乐融融的氛围之外，一场阴谋悄然而至。在距离重庆市区几公里外的南山风景区，坐落着一家3星级酒店——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一个英国人在2011年11月13日住进了这家酒店的别墅楼。时值秋冬旅游淡季，服务员对这位客人印象深刻。他的名字是尼尔·海伍德，英国商人，出生于1970年，曾就读于英国最著名的学校之一哈罗公学，后进入华威大学主修国际研究，上世纪90年代末来到中国。据资料介绍，海伍德曾任阿斯顿马丁和劳斯莱斯驻北京的非执行董事。当晚，一名中年女子和一名男性随从进入了海伍德所在的1605房间，直到深夜才离开。离开时还在房间门口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并嘱咐酒店主管不要去打扰这位外国客人，他喝高了。这之后2天1605的客人都没出过门，酒店员工就觉得不太对劲儿，刷开房门进去查看，客人在床上是一动不动，早已没了生命迹象。重庆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后，局长王立军带人来到现场，警方从海伍德心脏提取了血样，对尸体进行了扫描，第2天得出结论：酒后猝死。熟悉海伍德的朋友都非常吃惊他并不是一个酗酒的人，但他的家人并未提出异议。经家属同意，尸体在未解剖的情况下被火化，很快就结案了。但是此事远远没有结束。海伍德之死在日后将搅动重庆政坛，掀起惊天风暴。所谓酒后猝死，只是警方最开始对外公布的结论，他其实是被毒死的，而嫌疑人就是当晚进入房间的那一男一女。尽管调查人员当时已经得出了谋杀的结论，但是在王立军的授意下，真相被掩盖了。
那是什么人能让王立军这样段位的警察头子知法犯法，明目张胆地为其掩盖罪行呢？他就是谷开来，薄熙来的妻子，薄瓜瓜的母亲，一个与王立军的命运有深度纠缠的女人。2024年11月，37岁的中国著名公子薄瓜瓜在台湾结婚，他的父母则在北京身陷囹圄，不能见证儿子的婚礼，未尝不是一种遗憾啊。而谷开来在薄瓜瓜很小的时候，就经常缺席儿子生活中的很多时刻。薄瓜瓜出生在1987年，因为父母都很忙，他在北京就由外公外婆和谷开来的姐姐照顾。薄瓜瓜10几岁的时候，谷开来已经是中国颇具名气的律师，曾担任过马家军教练马俊仁的代理律师。薄熙来曾经在公开场合说，谷开来为了家庭和孩子，放弃了自己律师的事业，陪着薄瓜瓜到英国哈罗中学读书。不过也有报道说，谷开来在英国陪读的时候，并没有停止过工作。他把自己的开来律师事务所改名为昂道，处理了大量国企的合并与破产。谷开来拉客户，从中赚取数百万的佣金。而昂道最大的投资人则是富豪徐明，他也被指是薄家的钱袋子。徐明的故事我们做过一期节目，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2002年，谷开来要离开英国回中国待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哈罗公学的校友海伍德答应他帮忙照顾薄瓜瓜。海伍德自称早在1998年就在大连和谷开来相识了，谷开来雇他给薄瓜瓜当英语老师，后来还介绍徐明给他认识。徐明呢，则让他牵线搭桥，给中国开发商介绍英国投资人。好了，谷开来投毒，海伍德被害，王立军破案，这3个人的关系中谷开来和海伍德的相识咱们介绍完了。那王立军又是怎么跟谷开来认识的呢？这就要说到谷开来当年着急回国的原因了。普遍的猜测是因为他听到了自己风流倜傥的老公拈花惹草的传言，由此变得疑神疑鬼、喜怒无常，甚至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2007年1月，谷开来在公公薄一波的葬礼上昏倒，被紧急送往医院。医生发现他的神经系统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他一直在服用的草药胶囊中含有铅汞混合物。谷开来认为他这是被人投毒谋害了，于是徐明就向他推荐了王立军。据说王立军1周就把案子给破了，说是谷开来的司机干的。谷开来对此非常满意。王立军搬到重庆之后就成了薄家的常客。2009年10月，王立军的妻女惨遭黑社会包皮的传言不胫而走。为保妻女安全，王立军决定把他们送到北京去。谷开来给王立军女儿找好了学校，徐明给王立军在北京花了285万买了2套公寓房，用王立军岳父的证件办理了一系列购房手续。对王立军来说女儿也许是他刀光剑影中少有的温情了。女儿小名叫阿狗，回家后王立军第一件事便是跟小棉袄顶闷儿，额头对着额头互相顶着玩。阿狗呢一边顶一边汪汪叫，直到父女俩都乐得没劲儿了才停下来。把女儿送到北京后，王立军每天都要问阿狗汪汪叫了没有，意思是女儿来电话了没有。如果听不到阿狗的叫声，他心里就一时半会儿踏实不下来。为了回报谷开来的恩惠，王立军忠心耿耿。重庆的一位官员曾经透露，谷开来有一次在5星级酒店为朋友举行晚宴，饭后突然腹泻。王立军得到消息后，火急火燎把酒店给封了，让停业检查，甚至亲自监督化验餐厅的食物。重庆警察中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王立军这人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谷开来。2010年1月12日，身穿红风衣、黑裙、黑长靴的谷开来携其母范成秀，牵着宠物狗莅临重庆市公安局，由王立军作陪。当天谷开来不仅参观了打黑展，还在王立军的办公室把玩了微缩骷髅模型，并亲手为王立军制作桌上装饰品。同年夏天，王立军带手下去街上指挥交通，谷开来担心他中暑，亲自送水慰问。后来谷开来在法庭上说，王立军和我呢是好朋友。中毒事件过后，王立军亲自领导一个医疗小组给我治病，对我尽心尽力，我变得非常依赖他。在称呼上面，谷开来母子亲昵地称王立军为鬼子，王立军则称谷开来为瓜妈。据说王立军的心腹们一般是管他叫老师的，但是这几个心腹有一次在晚宴上喝高了之后，
既称谷开来是师母，又喊她为大姐。咱们就先不去思考这个烧脑的称呼问题了，来回到博呱呱身上哈。博呱呱呢，2006年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就读 PPE， 也就是哲学、政治和经济学。2010年来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攻读公共政策硕士。博呱呱在哈佛上学的时候，王立军这个保安队长负责他在美国的安全，徐明则是负责买单的大管家，大到欧洲给博家买别墅，小到给博家公子买机票还卡数，徐大管家是勤勤恳恳。博呱呱周游世界，被曝逛夜店、开豪车的资金啊，都是来自于徐明。在国内啊，王立军和徐明这两个得力干将是忠心耿耿，但是在国外的尼尔·海伍德可就没这么好操控了。他和谷开来母子的经济纠纷由来已久。海伍德曾经参与过重庆江北区的某土地项目，该项目呢最后搁浅了。他认为自己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没有得到报酬，十分不满。08年就向博呱呱索要过佣金，博呱呱拒绝付款。见面商议过后，双方暂时达成和解。2011年7月，海伍德回到英国，又想起这档子事儿了，于是致信博呱呱索要1400万英镑的报酬。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海伍德和谷开来的反目成仇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法国别墅及资金转移问题引发的经济纠纷，也是要求赔偿，并且威胁曝光相关内容，但是数额没有这么夸张，是140万英镑。据谷开来说啊，当海伍德被拒绝的时候呢，就变得不客气起来，还违背博呱呱的意愿，将其软禁在公寓内长达数小时。谷开来得知此事后，大骂海伍德是个疯子，并向王立军求救。但这毕竟是在英国呀，王立军也鞭长莫及呀。4个月后，海伍德再次致信博呱呱，称如果你言行不一，将会自食其果。第二天，徐明前往重庆市委3号楼拜访谷开来，谷开来向徐明抱怨王立军他办事不力呀，徐明就跑去找王立军斡旋此事。王立军跟徐明说，这尼尔·海伍德是外国人，不好控制啊。徐明告诉他，听说海伍德吸毒贩毒。话音未落，王立军嘀咕，这就好办了。此时啊，王立军已经有了2个计划。计划 A 是把海伍德弄到重庆来，先击毙，再往他身上塞些毒品，就是担心动枪会引起外交麻烦，损失重庆的名声。于是决定实施 Plan B， 下毒把他给毒死，说成是服药过量或者是自然死亡。没错，还是这个方案稳妥一点。徐明走后啊，王立军就跟谷开来商量对策。你呀，把海伍德弄到重庆来，这样我就可以治他了。于是谷开来找借口做科学实验，通过犯罪集团搞到了一种叫3不岛的毒鼠药，里边含有氰化物。2011年11月12日，王立军安排人自导自演，致电110，举报海伍德为西南贩毒网的重要头目。当天，重庆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张小军以谷开来的名义邀请海伍德来重庆。这个张小军啊，曾经任谷开来父亲的贴身勤务员，后来就在薄熙来和谷开来的身边，他们信得过。当天下午，王立军来到3号楼，陪着谷开来拆掉包着毒药的蜡纸。谷开来因为太紧张了，不慎把手弄伤。王立军急忙找氰化物的解毒方法，用高锰酸钾溶液给他泡手，亲自给他消毒包扎。第二天上午，张小军陪着海伍德坐上了北京飞往重庆的航班，请君入瓮。海伍德到达重庆时，王立军向谷开来说，一切尽在掌握。当晚，王立军来到3号楼，直接进了谷开来的卧室，发现谷开来还在拖延。毕竟要人命的事儿，谷开来呢似乎有了临阵退缩的想法。于是厉军局长敦促他赶紧行动，并且给他做了最后的心理建设。出门前还让谷开来吃了一碗面。随后啊，王立军喊勤务人员备车，瓜妈要见客人。说到这儿啊，有2个问题需要简单讨论一下。第一，谷开来和海伍德的矛盾是不是真的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必须杀之而后快呢？对这个问题啊，谷开来在案发后的陈述中强调说，他的杀人动机是确知儿子生命危在旦夕。但是从海伍德毫无防备，只身前往重庆见谷开来，而且还喝茶饮酒聊天来看，说明他要害博呱呱的心思未必见得如谷开来所讲的那么疯狂。谷开来也许还有别的必须杀他的理由。
也有分析说，谷开来自从草药胶囊那个事件开始，便有了被迫害妄想症和抑郁症。那一个病人的行为是无法用常理琢磨的。重要的是，谷开来和海伍德的生意纠纷已经激化。谷开来或许相信这些矛盾足以让海伍德对薄瓜瓜动有杀机。第二个问题就是，当谷开来动手前迟疑的时候，王立军为什么没有悬崖勒马，而是推了瓜妈一把呢？可以说是立军局长杀伐果断，在他眼里一条人命算不得什么，而他的另一个算盘，咱们待会儿会细说。总之啊，箭在弦上。11月13日晚上9点多，谷开来和张小军来到尼尔·海伍德入住的南山丽景酒店。除了携带毒药、酒、茶之外，为了伪造海伍德吸毒贩毒的现场，他们还带了一个棕色的 VC 瓶，里面装有冰毒、摇头丸等毒品。谷开来和海伍德一起饮酒喝茶，张小军则在外等候。海伍德不胜酒力，很快就醉倒在卫生间。张小军进入房间，把他扶到床上。谷开来趁他呕吐后要喝水，将事先准备的毒药倒入他口中。离开时，谷开来在地上撒了些毒品药丸用来伪装。出门时，还在门口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与张小军离开现场。当晚，谷开来用张小军的手机给王立军打电话，没接。谷开来又给王立军的心腹郭维国打，问鬼子呢？郭维国是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的得力干将，从锦州跟着调到重庆，一路升迁。郭维国跑到王立军办公室，说谷开来在找他。王立军不耐烦地看看手机，说知道了。这让郭维国感觉王立军当时是故意不接电话。想想看，一个女人被撺掇着、纵容着，干了一件天大的坏事之后，方寸大乱，却找不到主心骨了。王局这种欲擒故纵的分寸可以说拿捏得非常好。至此，瓜妈应该是尽在掌握了。这或许是王立军为什么要在瓜妈迟疑时推他一把的真正原因。在解决完海伍德的第二天中午，王立军来到3号楼，谷开来把昨晚发生的详细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让谷开来不用再为案子操心了，过1-2个星期就没事了。可是谷开来万万没想到，一直对他忠心耿耿的王立军已经偷偷录了音，还拿这段录音去找薄熙来交换事业上的晋升。在王立军被关押之后，他还把这份录音交给了北京的调查人员。但是这都是后话了。酒店那边在发现海伍德的尸体之后报了警，王立军带着心腹赶到现场，掩盖了事情的真相。11月16日，海伍德的妻子王璐来到重庆，谷开来在公安局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与他见面，劝说他同意不进行尸检，直接火化丈夫的遗体。11月17日，王立军把酒店的监控录像交给谷开来，录像里头是谷开来和张小军进入海伍德房间的画面，谎称这份录像没有被拷贝过。11月19日，海伍德尸体被火化，王立军用保密电话打给谷开来，说了8个字儿：化作青烟，驾鹤西去。海伍德死后1个礼拜，王立军的真实意图终于浮出水面时，谷开来才意识到自己一步步陷入了他的圈套。纽约时报2012年评价谷开来时说，他是一名富于开创性的律师，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的崇拜者将他吹捧成中国版的杰奎琳。谷开来写过2本书，我为马俊仁当律师和胜诉在美国。后者讲述了他在美国代理中国公司打赢官司的事儿。他在书中嘲笑美国司法制度的迂腐，对中国的司法系统信心十足。我们不玩文字游戏，坚持基于事实原则。一旦法庭确定你杀了人，你将被逮捕、判刑并处决。然而谷开来后来并没有因为谋害海伍德而被处决。不知道他作为被告是否对法律有了新的认识，又有什么新的感悟呢？有朋友们可能会问了，王立军对谷开来的忠诚度为什么突然打了折扣，甚至留了后手呢？他的性格中有天生背叛的基因吗？从铁岭与恩人王海洲的反目，到重庆和薄熙来夫妇的决裂，看似牢固的利益同盟，又是怎么样产生的嫌隙呢？裂纹的走向会到哪里？王立军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谷开来认为他和王立军的关系在半年前，也就是2011年的6、7月份就出现了裂痕。自从2011年5月王立军当选重庆市副市长后，想进市委常委却始终未能如愿。
有一次啊，王立军让他的女儿跟谷开来说，当副市长不如当市委常委。还有一次啊，王立军在3号楼跟谷开来说，能不能进市委常委就是薄熙来一句话。她希望谷开来能给丈夫吹吹枕边风。当晚啊，谷开来向薄熙来提及此事，却惹得丈夫十分恼火。新华社还报道过，有一次薄瓜瓜有事想见王立军，王立军人在重庆，但不想见他，就让司机说自己在万州。结果薄瓜瓜在夜赴万州的路上差点出了车祸，这让谷开来对王立军很生气。但很显然，这些插曲并没有影响谷开来在解决海伍德这件事上对王立军的信任和依赖。案发后，王立军指派郭维国负责此案，郭维国召集李阳、王鹏飞、王志到现场，这些人都是王立军圈子里的人，一起掩盖了海伍德死亡的真相。为什么王立军对谷开来从言听计从到绵里藏针，像极了态度180度大转弯的渣男？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中纪委在此前接到了铁岭来的匿名信，指控王立军在担任铁岭公安局局长期间，有一笔45万的建筑预算款去向不明，涉嫌挪用公款。2011年6月，铁岭的6名警官被调查，这些死党仰仗着王局长的硬币不可一世，曾借打黑之名大肆捞钱，现在身陷囹圄，派亲属跑到重庆去找王立军帮忙，这让王立军感到非常不安。此时的他有理由相信，表面上针对他东北的旧部的纠察，实际目的其实是在他在多年打黑和黑打的争议漩涡中得罪了太多人，树了太多敌，其中不乏在地方和中央都有靠山的对手。那些想要他命的不只是黑道上的势力，官场中要搞掉他的不要太多。对此，王立军第一时间就想到求助自己的大哥薄熙来，让大哥发动关系，帮忙。薄熙来呢，嘴上答应了他，但却迟迟没有行动。眼看大哥无动于衷，王立军开始给大嫂施压，进而催薄熙来帮助自己和亲信开脱。作为回报，他帮助大嫂掩盖海伍德案的真相。只不过当谷开来把这事说了之后，薄熙来权衡利害，没有答应。在这个时候来自各方的压力让薄不再支持王立军，还对王立军的贪婪感到非常恼火。当年王立军在澡堂子里跟那个电视剧编剧的肺腑之言，或许正可以形容他此时的心境。我呀，就是当官的嘴里一块口香糖，嚼得没味了吐到地上，也说不定会粘在谁的鞋底子下。此时中纪委已经完成了对铁岭案的调查，并移交地方法院。王立军意识到谷开来已经无法左右薄熙来，他必须要想出新的办法来挽回局面。这张照片呢，是2012年1月7日，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政协会议上一起唱国歌，这已经是他们的决裂前夕了。谷开来也预感到他和王立军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补，于是绕过王立军，找公安局副局长请求瞒着王立军销毁证据。王立军知道了之后气得够呛，他也担心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海伍德死亡的真相。12月底，偏执的谷开来暗中盘问王立军的手下，想探一探王立军手里究竟还有什么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趁王立军去北京开会之际，谷开来跑到他的办公室搜查，当天抄走了60多双皮鞋、7、8箱衣服、几十瓶香水、高档烟酒、补品、名牌手表，金银若干。王立军回到重庆找谷开来质问，谷开来说：“你是被中纪委秘密调查了，这样做是保护你，得在调查人员来之前把这些东西拿走。”在一次非正式的聚会上，谷开来还跟王立军的女儿说：“你爸呀，跟文强一样，是个腐败的官员。”2012年1月10日，徐明说服王立军去看望住院的谷开来。当天王立军的情绪还是很大，谷开来也装睡不理他。徐明先行退出，留下闹别扭的二人，但最终二人的关系并未因此有所缓和，反而更加疏离。1月26日，王立军给徐明打电话，让徐明去薄熙来那儿说他妻子飞扬跋扈的情况。徐明觉得这太不合适了，这不是挑拨人家夫妻关系吗？王立军见徐明不答应，就说：“你要是去了，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要是不去，就会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爆炸性事件。”那没办法呀，徐明只能去了重庆。那是2012年1月28日，大年初六，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徐明在3号楼见了谷开来和薄熙来夫妇，当晚还见了王立军。
王立军告诉他，自己已经单独和薄熙来见过面，说了海伍德这事儿，也给薄看了相关证据。为了保护薄的政治前途，王立军愿意出力隐藏事情的真相。薄熙来对妻子的所作所为非常震惊，握着王立军的手说很感谢他。王立军告诉徐明，他和薄熙来的这次对话很顺利。但是呢，王立军前脚刚走，薄熙来后脚就去向妻子核实。古开来自然是矢口否认，说王立军这是设计陷害他，还多次给他施加压力，要在市委常委中给他谋一个位置。就这样，事情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亲爱的朋友们，讲到这儿啊，咱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你是薄熙来，在这个档口会选择相信谁，又该怎么做呢？以薄熙来对妻子的了解，他应该知道这个半疯的老婆是能够做得出任何事情的。而王立军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怎么敢给瓜妈扣帽子，如此犯上作乱呢？但是吧，如果承认了老婆杀人，那他自己的政治前途就完了。所以该怎么做，他已经思量好了。第二天，薄熙来把王立军和副局长郭维国都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谈着谈着呀，他就跟王立军谈崩了，大骂王是忘恩负义的混蛋，指责他陷害古开来，陷害自己，当场把茶杯都摔了。王立军拼命的辩解，在气头上的薄熙来啊，啪一个大耳光就扇到了王立军脸上，命令他现在立刻马上就滚出去。王立军离开的时候啊，嘴角都流血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对王立军来说是奇耻大辱。我记得大约3分钟之内没谈任何事情，就是骂，骂得差不多了，走过来指我鼻子，你必须把此话收回去。谁是杀人犯？完拍自己的胸脯，我是杀人犯吗？他后来一拳打过来，打到我的左耳朵，而绝不是一巴掌的问题。他多年拼搏打造出的英雄形象，铁血硬汉，被这一巴掌打成了落汤鸡，粉碎了全部的尊严。他再次意识到，自己就是那团被嚼过的口香糖，就是上面的一条狗，失去价值的时候就会被踩到脚下或一脚踢开。这个著名的巴掌在薄熙来和王立军之间撕开了一道口子，很快就会裂成无法弥补、两败俱伤的结局。但王立军啊，可不是什么一般的战士，多年来风里来雨里去，刀尖舔血，能屈能伸。他压下了这份屈辱和愤怒，给薄古二人写了一封道歉信，表忠心，说自己和薄熙来的冲突啊，都是薄熙来的助理从中作梗。遗憾的是，这封信似乎于事无补。1月30日，薄熙来召集市委领导召开紧急会议，表明了要解除王立军公安局局长的意图。王立军也在这时听说了他的铁岭亲信们都被判了12年到16年不等。2月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微博发布，王立军不再兼任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将以副市长的身份分管联系经济领域的工作。不明真相的人们纷纷猜测，王立军调离岗位是因为脾气太大和太过强硬的作风，而王立军自己最清楚，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他又怎么能坐以待毙呢？在重庆市局，王立军设置了严密的人防、技防设备。市局主楼15楼的外间是他的办公室，里间是休息场所，只有警卫员和贴身的生活秘书才能进。由于担心安全，王立军吃的很少。他曾在市局会议上透露，我现在吃的东西啊，是从北方我家里做好以后，每月150盒寄来的。王立军出行的时候，市局南门的紫薇路要实施交通管制，交巡警总队特地安排了一个副支队长随时上岗。由于他行踪不定，这位女队长啊，有时凌晨2点还要上岗，深夜下班回家后，经常过度紧张，无法入眠。身边的人说啊，王立军随时处在紧张状态，他一个人的紧张造成了所有人的紧张。重庆3年的腥风血雨，让王立军有了强烈的不安全感，产生了被迫害妄想症，进而转化成对更高位置、更大权力的渴求。据王立军身边的高级警官统计，他夏天处理人比较少，冬天则特别多。手下人揣测，也许是夏天民警穿浅色衬衫较多，浅色让他情绪稍感平和，而到了冬天，黑灰色的警服和压抑的天气则让他变得暴躁不安。好死不死，出事的时候恰恰是冬天。王立军被解除公安局长一职之后呢，变得更加疑神疑鬼。他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楼上就是公安局的武器库，
上面害怕他会在失控的情况下进入武器库，就安排了几个人监视他的行动。而王立军认为，有人来监视他，就意味着有人要来杀他了。与此同时，网上出现了一份疑似王立军的精神状况诊断书，证明他工作压力大，长期睡眠不足，精神处于高度紧绷状态，夜里甚至不敢关灯睡觉。结论是重度抑郁症。1天后，医院公开回应没有开过这份诊断书，但是王立军在看到了自己的这些报道之后，预感到山雨欲来，这时薄熙来正在找借口，营造某种氛围来除掉他。尤其是去年年底，谷开来查抄他的办公室之后，王立军身边的心腹不是被调离，就是被调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王身边共有11人被带走，其中包括他的司机和保镖，他必须尽快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如果说之前的东北和重庆是王立军张扬个性的舞台，那么成都将是他最富有戏剧性的谢幕舞台。凭借着他的戏剧天赋，在这场大秀上，他如愿吸引了国内外大量媒体的目光，甚至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在如何搞事情这个问题上，王立军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一生斗争经验丰富，自觉留在重庆那就是死路一条。薄熙来掌控一切，可以随意拿捏他，而离开重庆，把自己的安危让全世界看到，他才有可能安全。2012年2月6日一大早，王立军就给自己的心腹渝北区公安分局局长王鹏飞打电话，让安排一个司机、一辆 SUV， 再带3个新手机。他事先把海伍德案写成短信，每个手机都存1份。如果他计划失败或者意外被杀，王鹏飞会把手机分别交给3个可靠的人，让他们把短信给发出去。可是有朋友可能记得之前有报道说立军教授不会写短信、发短信，只会看短信也不知道他这个技能是什么时候学会的。但是都已经讲到这么紧张的关头了，咱们就不深究这些细节了成语急中生智说的可能就是这样的道理吧。话说王立军乘坐安排好的车辆离开了重庆，直奔成都。在高速上，他就给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打了电话，说有要事相商。副厅长就在高速口等着他。见面以后，王立军说他要去趟美领馆，有一项中美紧急联合反恐的情况需要跟美方沟通一下。下午2点半，王立军走进了位于人民南路4段的美领馆，2位外交官接待了他。可是这2人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以这里为圆心大爆发。刚开始的谈话还围绕着反恐方面，紧接着王立军突然提出政治庇护的要求。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王立军在谈话中显得情绪激动，语无伦次，把海伍德之死和薄熙来、谷开来的事儿全交代了，直接把美领馆给干宕机了。这样的事儿以前从来没见过呀！他们赶紧把事情报告给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骆家辉直接上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美国拒绝了王立军的庇护申请。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领馆内外一锅粥的混乱局面名噪一时以铁腕打黑闻名的中国警察头子，声称自己有生命危险，跑到美领馆要求政治避难。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无异于一颗深水炸弹。随着信息的扩散，这颗炸弹的威力必然在外交和政治的水面上掀起惊涛骇浪。领馆内，美方官员慌忙中一路向上级汇报情况，同时礼节性地将事件通报给中国外交部。在紧张的气氛中，王立军被允许在领馆内使用手机和北京方面联系。他拨通了周永康的电话，说明了自己的处境和决定。周永康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一事态突变，措手不及的他一边安抚王立军，说北京已经派人前去成都接他，一边试图弄清局势，权衡利弊。而事发如此突然，周永康也不清楚美国方面的意图。如果美国真的给了王立军庇护，那麻烦就大了，局面将无法收拾。为了避免事态失控，周永康联系薄熙来，要求他不惜一切代价将王立军带出领馆，以防事件向更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另一边，帮助王立军进入美领馆的那位四川省公安厅的副厅长，眼看着几个小时了，王立军还没出来，深感大事不妙，将王立军的举动报告给四川省省委书记刘奇葆。刘奇葆报告给中央高层，高层指示他派武警去美领馆，防止王立军外逃。
此时的薄熙来应该万万不会想到王立军会采取这种鱼死网破的手段。他派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到美领馆，务必把王立军给带回来。黄奇帆火速赶到成都，跟王立军谈了1个小时，说服他离开。王大祖宗呢，就是不走，无论开出什么条件，他都不回重庆。气到快晕厥的薄熙来派出载满武警的警车直奔成都，却被近水楼台的四川武警拦在了5条街之外。据说双方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根据一本名为《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薄熙来事件秘密报告》的书，作者声称采访了50名中国官员和知情人士。该书描述，薄熙来当时就在一辆武警的车上，得知黄奇帆没有把王立军带出来，他借口重庆警方接到情报，有恐怖分子在美领馆内安放了炸弹，下令重庆警方突破四川武警设下的路障，准备强行进入美领馆，把不争气的王立军劫持出来。随着事态的升级，为保美领馆的安全，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领馆内设置了防线，各方一时间是剑拔弩张啊。2月7日午夜时分，中国国安部副部长飞到成都，将周永康的一封信交给了王立军。周永康给王立军许诺，如果你自愿离开领事馆，你的政治前途不会受到影响，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展开公平的调查。王立军深知政治庇护这条路算是凉凉了，眼下周永康开出的条件是他唯一的选择。王立军和国安部的人走出来的时候，重庆市长黄奇帆冲了过去，要把王立军带走。国安部的人当然不让，两拨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后来接受凤凰网的采访中，黄奇帆否认了此事，称他说服王立军走出领事馆，王立军被国家安全系统的人带走，接受调查的过程呢很平和。王立军当然是经过我们的沟通以后，说服了他，他愿意跟我们出来，他因为这件事已经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嘛，所以出来以后，我们国家安全系统的人要去做一些调查研究，也理所当然。所以这个过程是我们很平和的一个过程。我可以跟你们说，就你们说，我带了70辆警车去，那是子虚乌有，胡说八道。2月8日，重庆官方称，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因身体不适，正在接受休假室治疗，似乎又印证了之前王立军精神出问题的说法。王立军到底精神状况有没有问题？可以说虽然他有被迫害妄想症，但我们可以从他精心策划的逃跑到后来法庭上作证的状态看出，他不仅精神上没有问题，而且始终保持着一个老练警官的敏锐。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硬是制造了一起国际事件，不仅救了自己的命，还挫败了对手，把谷开来谋杀海伍德的案子公之于众，又成功的对薄熙来这个在中国政坛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实施了报复。2月15日凌晨5点，南方周末的记者和王立军单线联系的号码上收到了一条短信，大意是英国人尼尔海伍德在渝被害，与谷开来有关，于是王被休假，入美领馆。这既是2月6日王立军出走美领馆后外界首次听到其消息，也是关于尼尔海伍德案的最早消息。但在当时，这个消息并没有引起注意，记者发布的微博也删除了。随后一段时间，当王立军出走美领馆的消息席卷各大媒体和网络时，事件的细节依然如冰山一角，巨大的事实隐藏在水面之下，大家都是地铁老爷爷看手机的迷惑表情。这发生了啥？王立军是疯了吗？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呢，重庆的警察们可算是能松一口气了。王立军出走美领馆后，有分局给民警发短信，严禁喝大酒。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在市局会议上提到，有的民警表现得很高兴，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影响工作。刘光磊对王立军那套形式主义也是相当无语。王立军连检察协会退休的老干部都不放过，嫌穿夹克不好看，就要求老干部出席活动的时候呢都得穿西装。每当有中央领导过来市局参观，刘光磊作陪的时候呢，还是穿着夹克吃饭的时候也是拿着馒头、梨桃这些，站在领导附近边走边吃。那这些举动，在一生要出片的立军局长眼里，那都是废片。每当看到此类照片，他都生气的大手一挥，弃用。
王立军出逃事件发生的1个月后，2012年3月3日，在两会的开幕式上，薄熙来在公众面前亮相。会议前几天，他看起来似乎一切正常，但是在3月8日上午，几位重庆代表吃早饭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市委书记不见了。市长黄奇帆也是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到了中午，传来消息，薄熙来乘坐徐明的私人飞机回重庆处理要事，下午又飞回北京，显得十分疲惫。第二天是重庆代表团开放日，新闻发布会开到一半，薄熙来口袋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是谷开来给他打来的，让他为全家辟谣。当时啊，关于薄瓜瓜留学生活奢靡无度的消息已经满天飞了。挂掉电话，薄熙来话题一转，开始抨击某些媒体给他和家庭泼脏水，说那辆红色法拉利是一派胡言，薄瓜瓜的学费都是通过奖学金支付的。在此呢，你比如说，也有不少人给重庆泼脏水，包括给我本人、给家庭泼脏水，甚至说到我儿子在外边学习怎么开红色法拉利，一派胡言，我感到非常气愤啊！一派胡言。有人还说我的儿子怎么上那些名校Oxford、Harvard，那些学费哪儿来的？全额奖学金，我也说清楚。过了几天，在两会闭幕时，总理温家宝会见中外记者，并答记者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王立军。温家宝给出答复：王立军事件的调查已取得进展。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3月24日，一则重磅消息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媒体人杨海鹏发布了一条看起来像是猜灯谜似的微博：死者呱呱的保姆，国籍英国，地点重庆，处理人王丽娟，死因不让查。王丽娟呢，是为了避免删帖在微博上王立军的代号。这则消息啊，虽说在当时就像海伍德的尸体一般沉入海底了，但是后来又在对薄熙来最不利的时候浮出水面。之前大家的注意力啊，都在王立军和薄熙来身上，没注意到什么海伍德的信息。即使听到了一些说法，也觉得市委书记的妻子因为商业纠纷谋杀老外的离谱程度，堪比无脑编剧用脚想出来的8点档剧情啊，压根就没当回事儿。直到4月10日晚上11点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通告，薄熙来严重违法违纪，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对尼尔·海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查。谷开来、张小军涉嫌故意杀人罪已移送司法机关。至此，这场阴谋终于被完整的揭开。2013年8月22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济南中院还在微博开设了薄熙来庭审现场的直播。那个时候的视频直播技术尚未普及，所以都是文字直播，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公众的关注度啊！每条干巴巴的文字平均都有1000多万人观看，庭审中发布的图片更是引发了爆炸式的阅读。一条图片就有5500万人观看，堪称世纪审判。在庭审现场，薄熙来仿佛苍老了许多，他脸上挂着招牌微笑，时不时戴上老花镜为自己争辩。他供述了大家最感兴趣的扇王立军的耳光和调整王立军职务的经过。薄熙来自辩称，谷开来和王立军如胶似漆，对他言听计从，他侵害了我的家庭，侵害了我的基本感情。这才是王立军叛逃的真正原因。一个巴掌把他打跑，我有错误，但是一个巴掌就打出一个叛徒来，也不容易。薄熙来还说，王立军暗恋着谷开来不能自拔，还向谷开来写信表白，当着谷开来的面打了自己8个耳光。谷开来说，你有点不正常。王立军说，我过去不正常，现在我正常了。不论真假呀，这事都太难评了，朋友们，只能感慨一句，权贵们果然会玩啊！
王立军、徐明作为关键证人出席了庭审。王立军详细讲述了这个巴掌的经过，声称他受到了暴力。薄熙来被控受贿2179万元，其中2068万来自于徐明。作为该案最大的行贿人，徐明和薄熙来进行了对峙。在薄熙来的陈述中，关键词是不知道、不清楚、记不清，还辩称收受财物、别墅都是妻子谷开来干的。庭审现场还公布了谷开来证言的同步录音录像。谷开来称，薄熙来知道徐明为薄瓜瓜买法国别墅的事儿，也知道谷开来和薄瓜瓜母子收受他人财物的事实。这是中国司法机关首次在审判中公开发布音视频证据。在庭审的尾声，薄熙来仍旧保持着自己的风范，同时他也明白他的宿命已经迎来结局。他平淡地说，我得知此事在劫难逃，所以我内心有软弱的时候。我现在身陷牢狱之灾，百感交集，也只剩余生。我没有管好家人和下属，我有大过，对不起党和群众。王立军叛逃有责，但不是我逼他走的。在看守所，我的医疗饮食都好，山东人厚道，没有落井下石，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对于绝大多数办案人员，我认为是有素质的，办案是文明的，我在此予以肯定，谢谢。2013年9月22日，薄熙来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薄熙来案尘埃落定前，从2012年8月开始，故事里的配角们也陆续迎来了他们的结局。王立军的副手和部下郭维国、李阳、王鹏飞、王志因徇私枉法罪被分别判处5到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张小军因故意杀人案中的从犯角色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同一天，谷开来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在做最后陈述时，谷开来说，对起诉书中指控的案件事实，我表示接受。这个案子像一块巨石一样压了我半年多，回想起来真是噩梦一场。我愿意接受并坦然面对任何判决。2014年12月1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将谷开来的死缓2年减为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维持不变。我感到这个判决是公正的，它全面体现了我们法庭对于法律的特别尊重，对于现实的特别尊重，特别是对于生命的特别尊重。2012年9月2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4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王立军当庭表示不上诉。在王立军牵扯的305万的受贿案中，徐明在北京买的2套房产，价值285万是大头。当初王立军搬离重庆市局时，后勤处给他准备了40个1立方米的纸箱，结果发现远远不够。最后他的服饰、用具和古玩等物件用了整整125个纸箱。此外，王立军还存在利用职权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等严重违纪问题。2010年，为了让重庆公安形象焕然一新，王立军组建了一支交警特勤支队。队员是80名青春靓丽的警校女毕业生，平均年龄24岁，平均身高1.7米，由立军设计师亲自设计警服。法庭文件表明，王立军侵犯了8名女警官。铁岭的一名警察也曾经在网上发帖称，王立军在家乡工作期间强奸了一名女警，那个女警后来怀孕了，于是起诉王立军，但当地法院因为惧怕王立军，故拒绝受理这一案件。风光时期的王立军像极了竖屏小短剧里的爽文男主，一路过关斩将，建功立业，权倾一时。也许是遵循蒙古族的传统他特别崇拜展翅翱翔、凌驾一切的雄鹰。在他的警察生涯中，鹰的形象从铁岭一直延续到重庆。铁岭刑警办公大楼的顶棚矗立的那只展翅雄鹰，在2003年王立军调离铁岭后被拆除了，一直搁置在市公安局尸检所大院的空地上，翅膀已断。重庆市公安局内，王立军命人立起2块诗词照壁，分别刻着菩萨蛮、大柏地和沁园春雪，照壁上依旧立起雄鹰雕塑。王立军喜好书法，
大门两边的圆石球上亲笔题写了剑和盾2个大字儿。如今，原石上的题字已被磨去，那些雄鹰雕塑也被移除，曾经的雄心壮志通通随风而去。王立军对传统的警队体制展开雷霆般的冲击，给重庆社会和警界带来的影响超出想象。起初，大家把他的到来看作一缕清风，认可他公安英模的道德形象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寄希望于他能打破僵化的体制。结果，这位局长不过是好大喜功、流于表面的折腾。经过一场压缩版的警务文革和大跃进之后，不仅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和人间悲剧，也让很多重庆的警察们深陷打黑行动带来的 PTSD。最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谷开来杀人竟能如此轻而易举。财新的文章评论说，一个并不高明的杀手从容作案，顺利过关。如果不是因为内讧而东窗事发，可能直到现在，外界也未必对此事知晓一鳞半爪。死者无从雪冤，而杀人者仍会逍遥法外，依然是一名受人尊重的法律专业人士，高贵的首长夫人。放眼中国，有没有第二个谷开来？未来还会不会有同样的故事再现呢？马克·吐温有一句名言 ：“History does no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王立军的故事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古往今来的政坛当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不会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以及为此展开的绞杀与收割。王立军的命运无疑是权力博弈中最具戏剧性的写照。曾经的草根以命相搏，在混沌中带着喝彩和非议，一路爬上高位，掌握他人的生杀大权。然而，权力的游戏从来没有彻头彻尾的赢家。他终于发现自己不过是更高权斗的一枚棋子，置身于系统中的每个人都是巨大的齿轮上可以被利用、碾压和抛弃的一环。无论多么辉煌的过去，都无法抵挡利益和欲望的碰撞，留给历史的是一个个关于背叛、挣扎与摧残的篇章。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王立军的夺命游戏系列的全部内容了。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收看，如果觉得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